听听这两个词 Bahn。为什么德语里元音有的时候要读长音，而有的时候又只能读短音呢？此外 ear 的发音真的那么难吗？今天我们就一次来搞懂元音的长短音规则和 ear 的两种发音，学会这两个，你的德语发音就更地道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长短音规则呢？来看下面两个词 Bahn。读长音的时候意思是火车， Bann。读短音的时候意思是禁令。也就是说，元音的长短能改变一个词的意思，这在阅读的时候并不是问题，但如果听不出其中的区别，就可能会听错、写错，甚至闹笑话。所以掌握长短音规则对于听说非常关键。我们就先来看看什么时候元音需要读长音，一共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元音加哈，这时哈不发音，它只是拉长前面的元音，比如 Sehen。e 读长音， Stuhl。u 读长音， Gestohlen。u 也要读长音。第二种情况，当两个相同的元音连在一起时，也要拉长，比如 Saal。啊读长音啊， Meer。e 读长音 e， Boot。u 读长音 u。第三种情况，当元音后面只有一个辅音时，元音通常也会读长音，比如 Gut。Brot。最后一种情况出现在开音节里，还记得开音节吗？简单的说，一个音节以元音结尾就叫做开音节。来听听看 Rose。Name。u 读长音，啊也要读长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词的重音都落在第一个音节上，而这个音节刚好是开音节。再来看一个 Tomate。Tomate 有3个开音节，但重音在第2个音节，所以啊要读长音。记住一句话，大多数重读的开音节元音都会拉长，多听多练，你自然就能抓住那种拉长的感觉了。刚才我们说了长音，那什么时候读短音呢？其实也很好记，就只有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元音后面有2个或者是多个辅音时要发短音，比如 Kind。e 读短音，因为它后面有2个辅音 n 和 d。 Herbst。a 也要读短音，它后面有一堆辅音。 Wind。e 同样，它后面有 n d 2个辅音，所以要读短音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辅音是双写的，那它前面的元音也要短读，比如 Butter。u 后面是双写的 tt， 所以要短读。 Kasse。Tasse。这2个词的元音 r 后面都是 double s 2个 s， 所以要短读。说了这么多，现在我们请母语朗读者 Dirk 朗读下面的单词，让我们感受一下长音和短音的区别吧。 Bahn。Bann。Ofen。Offen。Hüte。Hütte。注意听，长音要拉得自然平稳，而短音要干净利落。大家可以选择暂停视频，跟 Dirk 读3遍。现在我们来谈一下 ear 的发音。德语的 ear 是很多人的噩梦，但其实 ear 就只有2种读法，
怎么读取决于它的位置，掌握规律就不难了。第一种情况，当 ear 出现在词首或者是元音前时，发小舌颤音。比如 Rot, Regen, Rose, Brot, Groß, Frau, hören, fahren。第二种情况，当 ear 和 e 结合成 ear 并位于词尾时，则发弱音。比如 Vater, Mutter, Wasser, aber, immer。当 ear 在一个词的中间和结尾时，也是读成模糊的。比如 Stern, lernen, wir, Uhr。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，有些词里有2个 ear， 但它们的发音不一样，来感受一下。Bruder, Lehrer。这2个词中的第一个 ear 都位于元音前，因此都发颤音。而第二个 ear 和 e 结合成 ear， 而且都在词尾，所以发弱化音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和 Dirk 一起来读这些常见的词汇，注意 ear 在不同位置的发音。Rot, Grün, Frau, Brot, Vater, Wasser, Uhr, wir, Bruder, Lehrer。每天练习5分钟，相信自己，2周后一定会有明显的进步。今天我们一起搞懂了2个重要的发音规则。第一个，长短音规则。长音一般出现在带哈的元音、双元音、单辅音后面，或者重读的开音节上，而短音呢，则通常出现在双辅音或者是多个辅音前面。第二个规则 ，ear 音的2种读法，一个是小舌颤音，另一个是弱化音。下一集我们要讲重音规则和语调，我们会搞懂下面的问题：为什么德语单词的重音大多在第一个音节？哪些前缀不重读？疑问句到底是升调还是降调？如何让你的德语听起来有节奏感？想说出像德国人一样自然的德语吗？那就不要错过。如果这个视频帮到你了，请点赞支持，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 R 音很难读吗？感谢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学好德语。下次见，bis bald。